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中日关系的骤然紧张，以及北京对日本步步升高的报复行动。东京都那边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发言，引爆了北京的强烈反应。短短几天内，北京从外交警告、经济报复到军事恫吓，甚至出现死亡威胁般的措辞，使中日关系陷入多年来未见的火爆局面。这背后究竟铺了什么梗？中国为何如此激烈？而夹在中间的台湾又该如何自处？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事情的开端发生在东京的国会殿堂。日本在野党长期批评执政党对安全政策的模糊，所以当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国会质询时自然绕不开台海局势这个敏感话题。就在几周前，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明确表示，若中国对台湾动武，日本政府将可能认定这种情况为存立危机事态。所谓存立危机事态，是日本安保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法律概念，意思是即便日本本土未直接遭受攻击，但若有事态严重威胁到日本的存续，日本可以视同自身受到攻击，行使集体自卫权。通俗地说，高市的表态就是，一旦台海开战，日本可能出兵相助。这番话可不得了。要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一直奉行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历届首相在涉及对外用兵问题上都极为谨慎含蓄。前首相安倍晋三虽然也曾在卸任后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关注，但现任首相亲口在国会明言，日本可能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台海，这还是头一遭。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本就以鹰派著称，对中态度强硬。这次她在国会上的露骨发言，被北京视为日本战后政策的巨大转变。日本不再遮掩，公然把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写进了剧本。高市的强硬也可以看作是在呼应美日同盟的新共识。尤其现在美国总统换成了川普回锅，日美很可能在台海问题上早有沟通。所以高市这一句话其实等于宣示日本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把台湾视为攸关自身生死存亡的战略线。高市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日本国内舆论也是一片震动，支持者拍手叫好，认为终于说出了真话，但反对声浪也担忧，这等于把日本往战争边缘又推进一步。有传闻说，高市的亲信私下承认这番话说得有点过头了，他的幕僚也懊恼准备不足。但不管怎样，话已出口，而真正跳脚震怒的是遥远北京的当权者们。高市早苗的发言传到北京，如同捅了马蜂窝，中方面立即多管齐下展开反应。首先是外交领域的强烈抗议。高市话音刚落没几天，中国外交部就火速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而且这次召见极不寻常，中方派出的是副部长级高官孙卫东，而且是奉事召见。所谓奉事，意思是奉上级之命行事，代表这不是一般的外交交涉，而是直接替最高层传话。中国外交场合过去从未对日本用过奉事召见这个词，这回破天荒用了，可见上面震怒之余亲自下令要对日强硬。中方在召见中严厉指责高市的言论性质恶劣，要求日方立即纠正错误，收回成命。中国的措辞从之前几天还只是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升级到了否则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的地步。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威胁意味，警告日本，你要是执迷不悟，别怪我们不客气。接着是中国国防部的强硬发声。就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对东京放话，如果日本胆敢铤而走险，那就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可是极为罕见的措辞，把武力威胁几乎摆在明面上。所谓头破血流，听着是不是有点像黑社会放狠话？但这回是堂堂一国的国防部对邻国放话，震撼性可想而知。头破血流加上一切后果自负，中国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日本，如果你敢在台海问题上动手，我们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除了官方表态，中国的宣传机器也全面开动。党媒央视旗下的一个时事号玉渊谈天
在11月15日晚发表长文，题目就叫中方已做好对日实质反制准备，对日本大泼狠话。文中将高市的言论定性为露骨挑衅，宣称中国对日本的容忍是有限的，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实质性反制。这篇文章特别点出2个罕见用词：奉势和迎头痛击。前面说了，奉势召见代表背后是中国最高层的授意，后面那个迎头痛击更是赤裸裸，意思是正面给予痛击。过去中日外交场合从未使用过迎头痛击这种字眼，这次中国官媒首次抛出，明摆着带有明确的军事含义。如果日本真敢武力介入台海，中国将对其进行当头痛击，狠狠打击。玉渊谈天的文章甚至把这条威胁讲得更透。他说，奉势召见之后的下一步是提高戒备，再往后就是奉命反击，路怎么走由日方自己选。换句话说，如果日本不知悔改，中国军队随时可能奉命开战。文章最后更上纲到历史与民族情感，提到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高士选在这节骨眼上发表台湾有事言论，更显得性质恶劣。文中痛批日本军国主义贼心不死，认为高士此举破坏了2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触及了中国的民族尊严与核心利益。中国要求日本痛悔历史罪责，立即改正错误，否则中国就没有什么好再克制的了。那种咬牙切齿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说外交部和官媒的表态还带着一丝外交辞令的客套，那么解放军方面干脆撕下了最后的面具，直接亮出了战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在11月中发表了一系列檄文式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日本。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刊于11月16日的国际观察栏目，标题耸动，叫嚣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只会把日本引向不归歧途。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徐永志，虽然不是解放军将领，但这篇文章登在解放军报上，本身就代表着军方意见。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的露骨挑衅言论，在中国强烈抗议后仍拒不收回，这是日本在任首相首次明确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文章说，这证明了日本近年来种种强军动作的恶滑企图，暴露了日本政府背弃和平宪法，妄图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狼子野心。文字之尖锐，可以想见中国军方对高市的愤怒。接下来文章一步步推演，先是指出日本此前每强化军力，总是以周边安全形势严峻为借口，声称扩军只是自卫，表面上不违背专守防卫原则。但高市的此次发言戳破了日本政府长久以来的种种托辞，现在摆明就是要大幅扩军备战，而且准备在海外用兵。文章质问，高市此言一出，不知日本政府又将如何解释新一轮强军扩武？日本政客一直没有把干预台海的真实代价告诉国民，而这个代价将是灾难性的。第一，恶化自身周边安全环境；第二，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第三，再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中最引发震撼的是第二点，日本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解放军报的话挑明了，一旦日本武力介入台海，不光那些驻日美军基地，整个日本列岛都可能成为战场。这已经不是含蓄的威慑，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文章进一步点明说，日本已经将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的数十个机场和港口升级为军民两用设施。今年10月，日本自卫队还举行了大规模演习，动用了多达39个全国各地的机场、港口来起降军机，进行军事运输。解放军报据此冷笑道，这表明如果介入台海，日本政府其实是打算把全体国民都绑上自毁的战车，让整个国家陪他一起冒险送死。解放军报文章还扯出二战史，强调作为战败国，日本当年已经将侵略掠夺的台湾等领土归还中国，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部分。现在日本妄想以螳臂当车之势挑战战后秩序，他干预台海的自信从何而来？文章最后警告，日本当政者妄图介入台海，不仅粗暴践踏了国际正义，
公然挑衅战后秩序，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破坏。日本若不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胆敢铤而走险，中国必将予以迎头痛击。最后还补一句，毕竟一旦开始玩火，火势如何燃烧，并不由玩火者决定。这段话信息量极大，不但再次用上了迎头痛击的说法，而且暗示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日本能掌控的。言下之意，中国会把战火烧遍日本全境。可以说，解放军透过官媒已经把狠话说到头了，让日本国家和国民陷入灾难，全国变战场，迎头痛击等等。更劲爆的是，中国一名现任外交官甚至跑到公开场合发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个人威胁。这2年国际上流行谈战狼外交，中国一些外交人员说话越来越不像传统外交辞令，而带有浓厚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这次中日风波中，就有一名中国外交官跳出来大放厥词，把外交摩擦升级成了人身威胁。这人就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大阪总领事是中国在日本的领事官员，理论上只是个地方外交代表，可薛健偏偏要技压全场。11月8日深夜，薛健突然在社群平台 X 前身为推特上用中文发文，针对高市早苗的台湾发言写道：那种肮脏的头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是的，你没看错，一国外交官在公共平台上暗示要砍头，而这个头指的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言一出，日本社会一片哗然，日本政府震惊且愤怒，立即通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要求中方解释。这可是日本战后首次遭到外国外交官公开扬言斩首的羞辱，日本舆论更是强烈不满，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批评中国外交已经完全撕下体面。不仅日本，美国驻日大使也看不下去，罕见地发声谴责薛健的言论，直言中国外交官再次暴露了本性。要知道，外交官享有豁免权，一般情况下，东道国对其言行很难治罪。如果这番斩首狠话换普通人说，早就被日本警方带走，问话甚至起诉了。但薛健仗着身份，日本拿他也难办。日本国内有呼声要求将薛健驱逐出境，这是外交上逐客的严重处分。然而高市政权此刻也陷入两难，真把他赶走，北京势必报复，可能也把日本驻中国的外交官赶走，甚至进一步激化冲突。可不赶走，国内民意难平，政府颜面无光，所以薛健这出闹剧着实让日本方面头疼了一番。值得注意的是，薛健的言论并非一时口快，而带有一定的组织授意色彩。因为就在他发文前几个小时，中国官方各部门也在频频动作，加大对日施压。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一天内连番发声，用上了前述那些强硬用语，渲染日本的挑衅如何，性质极其恶劣。薛健这条斩首贴文很像是揣测上意，迎合国内极端舆论的举动。他的表态不仅逾越了正常外交礼节，更等于变相代表中国官方在对日本首相发出人身威胁，这是把中日矛盾推向极危险境地的疯狂一步。北京方面对薛健此举保持了默许的态度。截至事发后数日，北京并未公开道歉或处分这位总领事，反而装聋作哑，仿佛没看见一般。中驻日大使甚至在被问到此事时闪烁其词，没有直接谴责部下的不当言论。这种态度无疑让外界更担忧，中国官方默认乃至鼓励了这种战狼式威胁。日本外相直接要求中方对此做出交代，但中方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最终薛健那篇斩首贴文也悄悄删除了，可伤害已经造成，日本朝野无不震怒，连台湾总统府也出面表示，这种言行早已逾越外交底线。从高市早苗一句话到中国各路人马群起围攻，不惜使用人身威胁，中日关系在短短几天内急转直下。北京发死亡威胁并非夸张，无论是头破血流、迎头痛击，还是斩首，句句都在划下死亡红线。这场剧烈的口水战和压力战还不仅停留在口头上，北京已经开始掏出几张实质报复的牌，直击日本经济的要害。北京的强硬反应不限于外交喊话，更体现在经济报复上。
一向奉行经济胁迫手法的中共政权，对待敢于触犯其红线的国家，往往喜欢动以利害，也就是从经济上施加疼痛。这次针对日本，北京已经并正在准备多套杀招。彭博社的分析指出，北京手边至少有4张牌可以打来惩治日本，而现在已经打出了第1张。第一招就是针对日本的观光业下手。11月中，中国外交部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声称日本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同时，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高了对日本的旅游安全提醒级别，这明里是善意提醒，实则是为政府限制国民赴日铺路。消息一出，中国境内各大旅行社迅速响应，暂停销售日本跟团游产品。中国多家航空公司则宣布，日本航线机票可免费退票改签，退票时限一直开放到年底。结果短短几天内，中国飞日本的机票出现了退票潮。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11月18日，中国3大航空公司共处理了超过50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退订。许多中国游客原本计划年底前赴日旅游，在政府这一警示下临时改变行程，大量原定的赴日航班座位被取消，航班载客率直线下滑，有些航班干脆被取消班次。这种局面让日本旅游业者惊出一身冷汗。中国游客本来预计今年有望重回日本最大外国旅客来源，如今说不来就不来了。日本各地的酒店、观光景点陆续接到中国客人延期或退订的通知。本来10月黄金周期间，中国旅客刚开始回流日本，让观光业看到复苏的希望。结果北京这道禁令一出，日本观光市场瞬间急动，仅退票就超过50万张，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少了几十万中国游客。按人均消费计算，等于日本损失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日本政府高官小野田纪美公开表示，过度依赖一个动辄经济胁迫的国家风险太高。他这番话话中带酸，显然对中国说风就风的做法极为不满。然而日本也只能干瞪眼，旅游业者叫苦不迭却无可奈何，只盼其他国家的旅客能填补缺口。北京此招看似简单粗暴，但对依赖观光客的日本经济部分领域来说，杀伤力不小。第2招是祭出关键原料的出口管制。提到这个，不禁让人想起稀土。2010年钓鱼岛海域中日撞船事件后，北京曾经暗中暂停稀土对日出口，给日本高科技产业酿成大麻烦。此后日本痛定思痛，一直寻求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开发其他供应渠道。尽管如此，直到目前，日本进口的稀土有70%以上依赖中国，尤其重稀土更高达90%以上。如果中国再度将稀土当武器，对日本电子、汽车等广大产业都将是釜底抽薪。如今中国已建立起完整的出口管制法体系，想掐谁的脖子更游刃有余。北京很可能借口国家安全或环境治理，对日本实施稀土等材料的出口限制。彭博的分析师就点名，稀土是北京手里一张王牌，威力巨大。想象一下，若中国突然宣布限制或停止供应某种关键矿物给日本，日本的许多工厂恐怕立刻就得减产甚至停工。对已经经济疲弱的日本来说，这种打击非常危险。第3招是对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下手。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曾对多家美国大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税务审计等检查，搞得那些公司焦头烂额。如今同样的剧本也可能搬到日本头上。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大数据局、国安单位等都有权利对外资企业进行突击调查。彭博提到的潜在目标包括东京威力科创及东京电子、半导体设备巨头、本田、丰田等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大企业。这些公司在中国都有大量投资工厂和销售业务，一旦中国当局找借口临检、调查甚至暂停其部分运营，企业将遭受重大损失。比如可以以数据安全审查为由，突然查封日企在华办公室的伺服器，或者以反垄断为名，对几家日本企业课以巨额罚款。这种手段虽说打着法律旗号，其实带强烈的政治讯号。韩国企业在2017年就有过惨痛经历，那时中国报复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企乐天在华超市被消防、卫生等部门连番骚扰，
停业整顿，最后几乎全面撤出中国市场。日本企业非常清楚这点，眼下估计人心惶惶，担心成为报复对象，这会进一步打击外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也算北京杀敌1000自损800的疯狂打法之一。第4招是封杀日本的文化产品和企业，复刻对韩国的限韩令。回想2017年韩国萨德事件时，中国官方虽然否认有组织抵制，但实际上韩国的电视剧、电影、音乐全被挡在中国市场外，韩国明星演唱会取消，连韩国化妆品、服装在中国都遭冷遇，还有旅行社拒卖韩国游，如今对日本也可能来这一套。北京可以透过技术审查、内容审核等理由，事实上禁止日本的电影、动画、新游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年轻人原本很爱看日本动漫和综艺，如果北京下令广电部门卡死审批，那日本的相关版权收入将损失惨重。同时，中国还可以找茬关闭一些在华日资企业，比如以环保不达标为由勒令日企工厂停产，以税务问题查封日资连锁店等等。一旦打响这种民间层面的制裁战，会进一步恶化中日民间情感，制造民族对立情绪。其实在高市风波发酵后，中国网络上已经出现不少抵制日本商品的声音，有人号召不买日本车，不吃日本食品。虽然中国大众未必真踊跃响应，但北京如果推波助澜，完全可能演变成新一轮民间抵制日货浪潮，对日商造成影响。综合看来，北京对日本的经济报复工具箱里，又是旅游，又是稀土，又是查企业，又是禁文化，花样不少。目前确定开打的是旅游禁令，其他几招还在酝酿中。但中国官媒放话，中方已做好实质反制准备，显示高层大概率是下定决心要给日本点颜色瞧瞧。日本经济界虽然担心，却也无法左右政府的安保立场。于是有人猜测，若北京经济施压升级，日本恐怕只能更紧地靠向美国和盟友求援。偏巧现在华府坐着的是川普政府，美国对盟友的支持态度充满不确定性。川普会像以往那样力挺日本吗？还是可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跟北京私下交易而淡化支援？彭博分析就指出，华府目前为止一方面拉着北京对话降温，一方面似乎在台海问题上放慢了对台军援的节奏，这让东京心里没底。如果真到经济脱钩摊牌时刻，东京或许发现自己不得不孤军奋战。在外交和经济这两条战线之外，北京也没有忘记秀肌肉。中共一向喜欢以军事演习来表态，这次也不例外，而且颇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黄海和渤海海域进行实弹军演。高市早苗发言后不到1周，中国海事局连续发布好几条航行警告，宣布在11月中下旬的多日内，黄海北部、黄海中部、黄海南部等多处海域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要求所有船只回避相关区域。从11月18日起连续8天，黄海南部的部分海域每天早8点到晚6点都在开火演习，而11月19日，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也有军事任务。短短几天内，中国在黄海、渤海周边至少布置了4场军事活动，一时间硝烟弥漫，火药味十足。为什么选黄海？一般来说，台海有事的时候，美日可能会从日本南方出兵增援台湾，所以东海和西太平洋更关键。但中国此刻在黄海兴师动众，显然是意有所指。黄海位于中国北部沿岸，靠近韩国、日本海域，也离驻有美军基地的日本九州不远。北京此举可谓一石三鸟，一方面向日本示威，显示中国可以在其北边门口投射军力，另一方面也警告南韩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南韩最近也跟日本走得近，共享北韩情报，美韩日加强军事合作等。中国对此很不爽，同时演习的位置隐隐还威慑着驻日美军，特别是九州的佐世保海军基地等。尽管演习实际规模可能不算太大，事后有专家指出，中共这次黄海演习其实只是在离岸30公里的小范围进行火炮射击，并非大型实弹军演，但北京对内对外都极力渲染其针对性。官媒高调宣称此举是对日本的严正警告，在舆论上造成的震慑效果远大于军事效果本身。除此之外，
中国还同步加大在东海、钓鱼岛海域的存在。就在高氏风波期间，中国海警船编队照常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巡航，向日本彰显主权。虽然这种巡航本就是常态，但选在此时更显挑衅意味。日本防卫省也多次发布中方军机、军舰动向的信息，例如中国航母编队在太平洋活动等等，以提醒国内中国军事压力在增加，日本自卫队需提高警戒。中日双方军机军舰在东海擦肩而过的频率最近明显上升，发生意外摩擦的风险也在提高。最让人胆颤心惊的，莫过于解放军直接喊话日本全境将成战场之类的威胁。试想，如果北京真的误判形势，决定对日本动用武力，可能会怎么做？有军事专家推测，中国的火箭军导弹部队早就在为压制日本本土的基地做准备，中程弹道导弹瞄准着冲绳、九州的自卫队和美军设施，比如加手纳空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等。远程导弹甚至可以覆盖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一旦中日真爆发冲突，那将是二战以来日本本土首次面临直接攻击的噩梦情景。当然，目前双方都还克制在口头战和动作秀范围，毕竟真开打对谁都没好处。然而，北京抛出这样的狠话，也许是想强行让日本社会对战争代价产生恐惧，以此来削弱日本政府的意志。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问，北京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就因为高氏一句话吗？毕竟目前台海还平静无事，日本也没真出兵，中国至于暴跳如雷到这种程度吗？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得看看北京自身的处境和盘算。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民族仇恨和历史情结。中日之间有二战的血海深仇，这是中共宣传中常年反复强调的。每逢中日关系紧张，北京就喜欢动员民族情绪，把自己包装成抗击军国主义复燃的正义一方。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国内本就开展了不少纪念活动，宣扬抗战历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例如，电视里播放抗日剧，新闻里回顾历史事件，学校里搞主题教育等等。这种氛围下，高氏早苗抛出出兵台湾论，正好撞上中国敏感神经。北京顺势大做文章，将高氏的言论上纲到挑战二战战果的高度，煽动民众的爱国愤慨。中共善于利用民众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为自己的强硬找到正当性。这次从外交部到官媒，不断提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历史罪责、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等等，就是在唤起国人记忆中的仇日情绪，让大家觉得中国如今对日本强硬完全有理，是为先烈复仇，为民族出气。另一层原因则来自中国内部的困境。目前北京当局正面临着相当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泡沫危机，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居高不下，地方财政吃紧，民怨在积累。习近平执政10多年，近期国内对其不满的声音渐有浮现。今年曾出现白纸运动，这样自发抗议虽被压下去，但也凸显民众的不满情绪。当政者在内政不顺时，往往会寻求外部危机转移视线，而日本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现成的靶子。历史仇恨摆在那里，煽动起来相对容易，加上日本近年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更被塑造成中国崛起路上的眼中钉。习近平政府或许正好借这次机会，把国内焦点引向外部敌人。在媒体上一通声讨日本的铺天盖地宣传下，中国老百姓暂时不会盯着房价、失业这些烦心事，转而愤怒讨伐起日本来，虚张的民族主义成为转移矛盾的工具。这么看，北京对日本又打经济，又搞军演，又口诛笔伐，看似阵仗大，其实部分目的是做给自己国内看的。每当中国政府对外强硬时，国内舆论场往往掌声雷动，赞扬领导人有魄力，不怕美日。即便客观上中国实力未必真能和美日抗衡，但宣传可以塑造一种我们不被欺负，反而吓退了日本的假象，来提振民族自豪感，这对内巩固政权权威有利。试想，如果中国经济现在飞速增长，民生问题不大，
北京未必会对高适的话如此上纲上线，但偏偏他内外交困，需要一场爱国激情来凝聚人心。那么日本送上门的题材，他绝不会放过。最后，我们回到标题中那个关键问题，台湾要小心。中日这一轮激烈交锋看似两国的事，但核心导火索却是台湾问题。这场风波对台湾而言有几层意义值得深思。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市早苗的表态等于将保卫台湾纳入日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日本视台湾有事为自身的存立危机，这是台日关系和区域安全格局的一大变化。过去台湾在周边国家的安全盘算中多半是边缘角色，如今日本这么明确的表态，既是在下阻北京，也是在向台湾伸出援手。对台湾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战略，利多我们多了一个邻近强国，愿意在危急时刻出手相助，增加了抗敌的筹码。而且别忘了，日本是美日安保同盟的一环，他的态度转强硬，也会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走向更坚定的支持。可以说，日本高层的这一句话对台湾起到一定心理保障作用，让我们在面对中国威胁时不再孤单无援。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日本现在旗帜鲜明地站到支援台湾这边，中国对日本的恨意和打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台湾的警告。北京这次对日本发飙，其实也是在敲山震虎给其他支持台湾的国家看，你们谁敢学日本这样，我就让你付出代价。尤其是对台湾自己，北京的警告是赤裸裸的，连日本这样的大国他都敢发死亡威胁，更别提直接对付台湾了。如果哪天台湾更进一步朝着法理独立或其他北京不能容忍的方向走，中国的报复行动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台湾要小心，不要低估北京的决心和狠劲。中共愿意为了阻止外国干预台湾而不惜与日本撕破脸，将来也很可能为了阻止台湾独立而铤而走险动武。这提醒我们，台海局势的风险正随着各方博弈升高，稍有不慎就可能燃起战火。更何况台湾本身也可能成为北京出气撒怒的对象。本次中日矛盾升级后，有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对内压力大，也许会寻找台海突破口，转移国内视线。例如，未来不排除中国在台海搞局部挑衅、局部封锁台湾，甚至有限度的动武，以激发民族主义并测试美日反应。毕竟台湾没有明确的条约盟友关系，北京觉得拿台湾出气比直接对上美日风险低，因此台湾必须提高警觉，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不让北京有机可乘。当然，情势并非全然悲观，正如前面说的，日本的转变对台湾是一大助力。同样，欧洲国家最近也在加强与台湾的互动，给了北京新的挫败感。在高市风波发生的同时，台湾也取得了一项对欧外交突破。11月初，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楼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C 年度峰会并发表演说。萧美琴是台湾第一位在欧洲议会公开演讲的现任副元首，她的现身令中共非常恼火。北京驻欧盟使团立即跳出来强烈抗议，指责欧洲议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说这破坏了中欧政治互信。但欧洲方面并未退缩，会议如期举行。这件事对北京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台湾正逐步冲破中国设下的外交围堵，赢得更多国际支持。中国官方咬牙切齿地警告欧洲，不得再让台独分子进入议会大楼。但欧方根本不理这套。一位中国学者甚至哀叹，台湾这一系列外交小动作仿佛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再坚固的围墙也可能被这些小蚁穴渐渐侵蚀崩溃。欧洲挺台，美日靠拢，整个国际局势对台湾其实有利的一面在增强，可是这恰恰会加剧北京的焦躁和疯狂。中共恐惧台湾最终突围成功，永久地脱离自己掌控，所以才会对日本这么下狠手，也对欧洲破口大骂。某种程度上，台湾已成为北京心头最大的刺，谁碰这根刺，他跟谁急。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将持续处在风暴中心。北京可能寄望透过对日本的大动作来下阻他国与台湾更加接近，同时向台湾施压，让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台湾要清醒地看到这点，在享受国际支持的同时，
更要强化自身防务和韧性，绝不能掉以轻心。总而言之，这场北京对日报复升级的戏码，其实也是台海危机预演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危与台湾休戚相关，当北京对东京发出死亡威胁时，我们台湾人也仿佛隐隐听见了那句话是说给我们听的。在未来变幻莫测的局势中，我们既要把握机遇，如加强与日美欧合作，也要未雨绸缪，防范最坏情境。只有自己够坚强，盟友够团结，才能让北京的恫吓最终沦为狼来了的叫嚣。历史告诉我们，专制者往往通过制造外敌来维持统治，但一味的威胁只会招致更强的围堵和反弹。北京这次对日本步步进逼，也许以为打出了好牌，却可能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和国际社会对霸凌行径的反感。台湾则应在这股暗流中稳住阵脚，凝聚民心，谨慎应对挑衅。未来几个月，我们将持续观察中日之间这盘棋如何发展，是北京的经济胁迫奏效，迫使日本软化，还是日本顶住压力，联合盟友反制北京？会不会有更多国家像日本一样公开表态支持台湾？这都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同时，我们也期盼区域内各方能保持克制，不要让目前的口水仗变成真刀真枪的冲突。毕竟，一旦开战，便如同玩火者放出的野火，烧向谁都将无法完全掌控。台湾唯有居安思危，才能化险为夷。中日这场风波既是警讯，也是启示。警讯在于北京的好战本性昭然若揭，死亡威胁可以毫不掩饰地端出来；启示在于团结盟友的重要面对共同的威胁。民主阵营正越来越紧密地走在一起，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中心，更应该和日本、美国乃至欧洲加强协作，同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如此，才能在大国博弈升温之际，既避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致意外卷入无谓的战火。总结来说，北京这一路对日报复升级，从外交喊话到实质行动，可谓剑拔弩张，火药味浓。但这出戏码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剧本，有内有外，有虚有实。中国再铺的梗，既是警告日本，也是威慑所有关心台湾的人。然而，自由世界不会因恐惧而退缩，日本没有退，美国没有退，欧洲也在发生，台湾更不会退。历史的大势常常戏剧性的展开。80年前的战火硝烟中，中国和美英并肩抗日。80年后，北京却对东京挥舞起战争威胁。世事变迁，正义与非正义的位置似乎颠倒了过来，但不变的是人们对和平自由的向往。面对恃强凌弱的死亡威胁，我们唯有更加团结，自强不息，才能确保这片土地的安全与未来。展望未来，中日关系是否还有缓和余地？台海又将何去何从？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风暴尚未平息，我们务须小心以对。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悬崖边的舞者需踩稳每一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地缘政治舞蹈中，台湾既是舞者，也是悬崖的守望者。我们期待看到理性终能战胜狂热，对话替代对抗。但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也必须准备好面对最坏的情况。毕竟面对任何死亡威胁，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让对手明白，我们不怕，也绝不会屈服。